大家好，我关止。今天我们冲出地球，来谈一谈在宇宙中那些宇航员的奇特遭遇。这每一个都非常离奇，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第一，神秘飞行物。这件事发生在1963年5月，当时美国的信息号载人飞船在绕地球做最后一圈，飞行路过水星时，宇航员戈登·库珀少校突然在宇宙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飞行物，向着他的飞船飞来。这一幕让他不由惊呼出声。据他所说，那是一个像圆盘一样散发着暗绿色光芒的飞行物，绝对不是人类所造的卫星。那个飞行物在飞到距离他飞船附近就停了下来，开始围绕着他盘旋，像是在观察什么。而这一幕不仅只有戈登·库珀看到了，处于澳大利亚控制室的200多名工作人员也通过雷达发现那一艘神秘飞船。但至于那个神秘飞行物到底是什么，这个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而当戈登·库珀返回地球，想要了解更具体情况时，一些相关部门却将这起神秘现象给隐瞒了，这也让戈登·库珀更加的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二，天使降临。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一名宇航员竟然在太空中发现了天外来客。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都不敢相信？据说那是在1984年7月12日，礼炮7号空间站像往常一样还在轨道上运行。空间站上一共有3人，他们和往常一样进行着观察。但就在12日那天，在空间站外竟然升起了一抹橙色云彩。要知道，那在宇宙中不是地球，这一现象根本就不正常。最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于是连忙叫来了其他2名同伴。而这时那种橙色像雾气一样东西已经笼罩了整个空间站。正在他们惊慌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人竟然都看到了，在空间站外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使。据他们所说，这个天使体型巨大，足有70多米那么高，差不多相当于20多层楼。他微笑着注视着他们，足足能有10多分钟，这才消散。面对这一情况，他们立刻向上报告这件事。但这种事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于是地球控制室中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怀疑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幻觉，并对3人进行心理测试。但结果表明这3人很正常。而就在地面工作人员将信将疑时，在5天后，在 TJ-2 航天飞船与礼炮7号太空站完成对接，那个天使竟然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加上新来的3名宇航员，总共6人都看到这一场景，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在全国也成为了热点话题。各种各样猜测那是五花八门，说什么都有，有人相信，也有人认为这是谣言。但面对这些，苏联却一直都在保持沉默，这也让这一次天使降临可信度似乎更大了几分。在2017年，俄罗斯更是把这件事进行改编，创造了一部名为《太空救援》的电影。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们猜测是太阳站的太阳板经过反射太阳光形成的，还有人说那个天使是宇航员们看到天体映到太空站玻璃上的反光。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可信度并不大。3. 月球飞碟之谜。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在68年12月25日，阿波罗8号飞船成功飞到了月球背面。要知道，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而正在人们欢呼的时候，一名宇航员忽然发现了，在月球上似乎停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他利用仪器仔细看去，这一看就让心中一惊，因为他看到在月球上有一个巨大的飞碟正在月球表面下降着陆。这个飞碟体型巨大，据他估测应该超过了10千米。发现这一情况，他立即向指挥中心打了报告，并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而对于当时的情景，他是这样说的：飞碟旁边竖立着一个垂纺一样的物体，并且有2个旗子一样的东西和一个像人塑雕像的东西，旁边还有一些圆形或方形的外形奇特的建筑物，同时有3条巨大平行管道直直的通向火山口，似乎是一个外星人基地。这一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一些人还不信，但在科学人员对这张照片进行鉴定后，最后判断这张照片是真实的，并不存在伪造嫌疑后，这一下整个美国都震动了。许多记者都在采访这名宇航员，但美国宇航局却提前对他做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不能再提及在月球上的遭遇。而这件事也这样过去了。但类似的照片在1969年阿波罗10号、阿波罗11号上天时也分别都拍到了这张照片，但宇航局早已提前让他们签署了保密协议，不允许他们对外透露任何消息，并把这些东西列入了绝密档案。至于美国的发现后有没有进一步对照片上的神秘飞行物进行调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此外，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外太空奇怪的蛇、诡异的敲门声等等吧。而事发的经过与前面3个也都大同小异，都是看到或听到了一些打破常识的东西，但至于真相是什么，这些人们都解释不清。好了，我关止，那么下期再见。